身处分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我们今天要跟专家来好好讨论最近在网络上有关于旺旺被虐待的一些话题，引发网上的大量讨论。所以这些事件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要跟医生一起来探讨。如果你也关心这个话题，请记得看到节目的最后，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世伟医师。Hello， 世伟您好。啾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世伟您好，其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我想在前不久，包括在台湾，然后在一些其他的华人地区吧，就是有一个很大量的讨论。我想最近也是讨论不少，就是在中国揭阳有4个男童在街头虐待一只名叫做旺旺的母狗和3只幼犬。我想很多人有看过这个消息。那我稍微描述一下，虽然这个画面其实让我们有一点不舍哦，但是我还是想要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因为这个旺旺它是被铁丝然后勒着头拖行，然后同时它被带有铁钉的这个木棍反复殴打，最后被淋上这个易燃液体焚烧。其实同时他的孩子就是三个幼犬也遭到了戳击。还有另外比较惊悚的是，就是在幼犬断气之后，有一个男童把木棍就是插进小狗的太阳穴，导致他的口鼻涌出鲜血。那另外还有就是后来这个旺旺有被烧啊等等的，其实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画面就反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看下去。其实我要讲这个过程，其实也觉得非常的很难以去描述哦，因为觉得太残忍了。那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因为这个母狗旺旺它试图要保护幼犬，没有完全逃离，那只是在过程中它这不断的哀嚎，然后最后呢，当狗妈妈已经被烧到黑炭化，男童还是持续的凌虐它。那根据有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因为这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在网络上持续的发酵。那因为有一些报道就提到说，狗妈妈旺旺它在弥留的时候哦，用最后一丝的力气舔了一下身边的幼犬，随后就断气了。这个其实呢，这句光是讲到这个部分，大家心里就非常纠结，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很爱惜动物的然后狗狗也是我们最好最忠实的朋友。那我想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动物都非常珍惜，然后但是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是就没有办法接受吧。我想我刚刚读的这段内容，大家也是觉得很难以接受，而且这个时间长达了1个多小时。这个虐犬的过程中哦，这个男童非常的就在过程中是嬉笑声没有断过，然后呢，同时也因为旺旺遭到焚烧的时候还喊了，就说好香啊，烤狗肉很香啊。所以这些画面曝光之后呢，就瞬间全网就非常的愤怒了。我只是想把它这个整个描述一下这个整个过程。所以黄医生，我想请教您哦，当您听到这个过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想这个也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也讨论过说，中国有些产业包括怎么获取熊的胆汁，然后活剥兔毛。那另外我记得在6年前，中共自己的官媒有个叫半月谈的调查，那他就提到了中国有个虐猫虐狗的一个集团的产业，而且他完整的揭露这个产业链，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集团，那他们这边在收集虐猫虐狗的影片，你可以上传影片，然后呢下载影片的人这个要付钱，然后他当时已经记录了横跨21个省份100多起的虐杀事件，然后这个收看的人很多是全球的，但是90%的制造的是在中国，在中国这些影片然后上传。所以我记得这个小朋友发生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事件的时候，他的父母竟然起来讲说孩子是模仿的，代表说他们可能也都看过这样的影片，然后他们在模仿这些影片。那所以这当然反映了很多问题，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共治理的方式，包括这个他们是如何治理的，他们治理的核心是什么，他们网络的一个治理方式等等。那当然我们以前也谈过很多，就是中共建政之后，他
它的文化跟传统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知道传统文化讲的是四儒道，好，讲天人合一、节制杀生，要有恻隐之心，万物一体。那佛家就更不用讲了，对佛教而言，杀生本身就是个大罪。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古代也有很多也需要杀生取食嘛，那总是强调人道的方式，好来杀生取食，因为人需要食物。但是从中共建政以来，就已经开始不断的鼓吹阶级斗争、改造自然、破旧立新等等。有时候想起来都蛮嗜血的，包括斗争、奉献、牺牲，他们常把这些词汇用来教育下一代，教育下一代。那同时呢，他们事实上这个整个传统文化是一个对立的，那这也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一些观念。但是我们可以这一次也看到很多网友起来非常的反对。像我有时候在看中国这个社会也可以发现，像中国人还是一样，还是很多人是保有传统文化里面那些恻隐之心，那些很人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中共的治理方式，他如何压制这样的声音，他的治理核心是什么，等等。其实刚才就是黄医生您在解说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就说，小孩就是孩子们应该是相当天真的然后我们大部分在网上看到比较，就是我们讲说很多人会去，就会有感受，就是因为动物是我们人类很好，就是最好的伙伴嘛，就是又忠实啊，然后又会照顾家庭，然后有时候还会帮忙顾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看到很多网上这样子的一些影片，但是这个事件其实我觉得发生之后，为什么网上有很多人其实留言吧，或者是说有起来就是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希望能够维护，包括在中国其实有很多民众就起来说，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发生。那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帖子就是关于这些就是维护的这些帖子都被删掉了，这个事件其实您是怎么样看待的呢？为什么这些被维护这些民众起来想要维护这个事件的人，为什么会被删帖呢？它不是一个就是大家的同情心跟同理心出来了吗？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对，我们这一次会看两个事情，一个是有关于虐待动物这个事情。另外看到的是一个网络监管的问题。那像我记得中国人大从2006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要保护动物的法律。那事实上到我记得在今年的这个事件发生前2个月，还有一个叫三民的一个提出个立法，就是要保护动物善待动物善待那个家犬家猫这些。但是事实上都没有进入立法规划，并不是立法被滞后，是立法就被挡了。那这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中共而言，这个立法从来不是它核心的，因为如何善待生命从来都不是中共政权关切的重点。它的政权的稳定，它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尤其是中共政权的稳定才是它整个发展的一个核心。我们知道中国之前很多立法可能有国际上的压力，那国际压力也不够大到让他想要去处理这一块，所以这样的立法对他而言从来不是核心，但是也不代表他不会立法，因为他要立法随时可以立，他根本就他想立就立了，非常的快。那最主要不是他核心。另外我们看到是一个网络监管，我们看到中共的监管一直有一个原则叫做中央统筹属地执法平台自我审查演算法，就他们已经非常的高科技，他会非常快封锁他所有要封锁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骂人的贴文可以大量的留存，但是呼吁立法被删。那为什么会这样？最主要就是说他只要认为这个是一个集体行动潜力的，那就会立刻透过他的网络系统进行封锁和封杀。所以他还允许部分人骂政府，但是你可以骂地方政府，你可以骂个别官员，地方官员，这可以存在，它还是允许存在。但是如果这个议题会促成大家的共同情绪、共同口号，甚至于会有跨地域连结、名人加入、海外声援，最后如果要求制度改革，通常你可以发现很快就被他封锁了，因为这都触动到他的治理，他的管理核心，他可以让你表达情绪，
但是只要他认为这个情绪有可能串联的一群人聚集，好，甚至于说不管是线上聚集或线下聚集，他是立刻封了。好，所以你看中国人也是一样，好，中国很多网友他知道审查了，他用暗语的方式，好，那他们也都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好，那他们就很快的反应出来，好，你看，所以他们用很多的字眼来表达，好，所以在中国大陆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同理心，然后大家的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同理心转化成一个稳定制度的环境，好，它也不存在，中共治理不允许这样子，所以简单讲是愚民啦，就是说党可以决定你要吃什么，要怎么思考，好，然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好，那所以他也有在观察，所以他如果国际压力够大，他确实有可能会立法，好，但是他也在监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治理的核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治理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我常在看哈，我记得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就会有人讲说，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中国发生虐猫虐狗哈这些影集，曾经印尼也发生过虐待猕猴的影集，好，有人在拍这些影集，事实上也没有错哈，但是中共跟其他地方不大一样，是说它实际上是完全有能力立刻封锁，好，然后立刻处理的，好，所以他是不愿意做，而有些地方实际上是发展问题，好像印尼可能管不了那么多，好，这是国家发展的问题，那它是治理的问题，还有它文化问题，好，这个文化上来讲，这不是它最核心的，治理上来讲，这也不是它最 care 的，好，那所以你可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治理跟一个它的核心？是，所以其实刚才黄医生您也提到说，我们过去也曾经看到很多网上啊，就是也有传出一些虐待动物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为什么会让应该是说整个华人社会吧，就是非常的关注。那当然啦，包括台湾，包括因为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中国网友也非常的愤怒啊。那所以很多人就在网上发言啊，比如说刚才提到，像有一些小红书啊、什么抖音上面也有发布相关的内容，但是其实这些内容真的很快都会被删掉，而且会限制流量，甚至有些是被封锁账号了。包括有一些明星哈，就是名人他们包括都是因为他们声援了之后，就这些资讯就很快被删掉了。其实所以不管是就是资讯的传播，或是包括这种比较有人性关怀的内容，其实都有可能被删掉嘛。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在中国社会的话，几乎就没有办法看到一些民众的声音，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有可能聚集起来，好，甚至有可能要求制度的改革，就超过它的允许范围。所以以前中共常讲，江泽民时代常讲，要压倒一切不稳定与萌芽阶段，他只要认为有可能会要求他做制度改革，有可能挑战他的任何一点点权威，好，那这时候他的一个封锁是立刻封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治理，我想也不是说中共就直接下令，中共直接下令，而是他已经形成一套系统 AI 的演算，他可能这个演算立刻发现有多少人在进行串联，有多少人在进行声援，有多少流量等等，他就开始，然后这个流量本身会导致什么后果，他就可以立刻封锁、立刻监控。所以我们在看中国，中共装了，我们常讲说部署6亿只的镜头，6亿只镜头在全社会。所以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它要全覆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死角，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好，我记得之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曾经做一个研究，他发现只要中共购买 AI 监控技术的地方，群体事件就减少。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说，他所有的监控的目的就是如何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好，那他对于任何呼吁他进行改革的地方是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们看当初毛泽东在做反右运动前的时候，他不是叫大家这个发表意见，好，有助于党的改革。可是当大家发表意见之后，哪怕他意见只是希望他做一些改变，那都超出他的容忍范围。好，所以简单点就是说，如果你的一个声援，好，有可能聚集人权，甚至有可能要求制度改革，他会立刻封锁。好，他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是，其实最近我们也，我觉得想到这个事件，您刚提到了，就是说可能会要让它有改革的地方，那很多或者是说可能会揭露一些内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内容很快就会被删除，就这个中国网志的问题，因为前阵子的这个于朦胧事件嘛，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消息，就是发出来的一些消息，或者于朦胧的粉丝想要去查真相，想要去找声源。哎，这个声音很快就被封掉了。那现在还有很多，对对对，很多民众其实在海外还是不断的为于朦胧发声，然后不断的征签啊，不断的希望能够寻找到真相。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是呼应起来的。对，只要在国内有超出它容忍范围，好，所以它一直在监控，所以在中国大陆任何发生一个集体抗议的事件，我简单讲都是中共主导的。好，因为他已经随时在封锁任何有可能串联、有可能集体抗议。好，所以以前我们常讲说，你看集体抗议日本、集体抗议美国、集体抗议什么，事实上都是他控制之下。好，那他一旦发现这个抗议超出他要的范围，他就立刻封了，立刻就结束了。所以可以抗议美国、抗议日本也是他允许的，抗议要被结束了也是他的做法。好，他随时在监控。那我们都知道说，现在 AI 的时代。网络时代 AI 时代，它的监控是越来越厉害，因为它整个演算法可以让它反应得更快，所以我们从这个网络事件就可以发现，它的整个监控制度就是巩固党的领导。那从这个为什么迟迟不立法或立法不断的这个被拒绝，那你可以发现说，事实上对于所谓的生命伦理尊重生命这一块，从来不是它的核心。那除非国际压力大到他觉得会影响他的经济，甚至影响到他的一些形象，然后影响到他的什么事情，这时候他才有可能会做立法。但是这个立法不会从内部来的，会从外部来的。所以我们看之前我们在讨论活摘器官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中共立了非常多的法律，都立得非常漂亮。可是当时候我印象中，当时候纽约时报有一位叫滴滴的记者，他在采访当中就发现了这些立法可能根本就是假的，很多禁令都是假的，因为底层的医生都不知道，连器官移植的专家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改变政策了。那代表什么意思？这些立法只是对国际社会做一个交代，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就他只是立法，根本就没有去执行，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很多立法跟规定，他国内不会执行，他只是对国际社会做一个交代。那国内还是在党的控制下，只是他怎么控制。好，那这个法律当然一方面用来让外国人看，一方面他如果有需要的时候，那他就用法律来打击、来取缔。好，他也会做样子。像我常在看，就说中共确实也 care 国际的声音，但是他不 care 中国人的声音，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所有的声音或华人的声音是他可以控制的，他只可以完全控制华人或中国人的声音。是，我觉得听起来这里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悲哀，因为其实很多因为我们从这个旺旺事件里面也看到有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其实都愿意就是站出来，然后声援，然后说，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可是这些善良的声音完全都被掩盖了，而且这样的被掩盖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希望能够传递他们的爱跟善意的时候，这个也全部都被掩盖。所以我们当然其实有些很正面的一些消息，正面的一些能够关怀的善意的这些能量，全部也都被封锁了。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利也是不幸的消息。因为其实现在也有网友就在网上跟我们互动，就其实说，哎呀，即便立法也不会被执行，人都不尊重，彻底被就是撕咬啊、互害啊、吃相难看，所以善良就被视为无能跟无知。我真的是很不希望，因为我们其实在做健康节目做到这里，有时候就会希望说，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的时候，真的是希望能够把一些真实的消息告诉大家，然后把真实的消息告诉大家，很多善意的人他就会出来拿出他们的力量来去帮助整个社会，关怀整个社会。我举个例子，前一阵子我也在跟我们的同事讨论到，就是台湾不是前一阵子花莲的堰塞湖就是
是花莲烟社虎的事件嘛，就很多铲子超人就进去花莲啊救灾。其实这个画面传到整个世界，真的是被感动了。这么一个地方发生这样一个事件，人民的力量就是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是给台湾灌入了相当大的强大的正能量。我觉得其实中国也相当需要这样的能量。这个资讯一旦是被封锁之后，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社会其实伤害也是蛮大的。就是黄医师您怎么看？因为其实你也跟踪有关于中国的事件啊，也相当久，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所以我常常在想，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那很多传统文化、传统的东西上是被压抑的，但是这些传统的很好的美的价值，事实上很多还是在中国人的内心啦。所以我们常讲人性跟党性，党性就是说很多人还是保有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事件，那很多中国人，你看声援的也是中国人，然后抵制的也是中国的品牌，那很多发声的是中国的影视人员，他们想发声，他们想做一些事情，他们希望政府改变，然后他们希望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那中共是完全把它给压制下来，那就他不允许人民有这些声音，那他的做法，事实上，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性，他们希望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们之前在看火灾器官也是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相信共产党这么邪恶，有些人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更多的事实上，就算他们知道发生也没有用，因为共产党是全部压抑下来，所以你只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时候你就看很讽刺的，就是毛泽东当年说不想当奴隶的人站起来，就没想到后来共产党统治之下，所有的中国人变成一个奴隶。所以我记得当时候毛泽东就讲过一段话，他说：“你看几千万人，叫他往东往东，叫他往西往西。在大清时代，一个礼拜7天，天天劳动，每天劳动12小时，然后还要被干部殴打，人民公社，中国人就是这样乖乖的顺从。那。”一直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刚才黄医生您提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最近有很多人，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在中国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一群大量的，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的人群，我觉得其实对他们的整个社会，它是一个还蛮大的伤害。我现在补充讲到一个台湾最新的一个消息也是一个，因为其实资讯的封锁，还有你这善意没有办法被传播，其实会有很多问题发生。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台湾最近有一个台湾的搜救犬嘛 ，Wilson， 他其实是一个在2026年。花莲403的震灾强震里面，他救人立下了大功，但是在去年呢，传出他是坠楼身亡，就是他坠楼之后他就死了。后来这件事情就引发外界的质疑。那现在有人说爆料 ，Wilson 他其实是遭到领犬员踹头而死的。那台湾民众现在就很愤怒啊，要求说要出来更多的真相。那也有台湾的议员出来声援。没有其中任何所有的帖子，没有任何一个帖子是被删掉的，包括台湾的政府内政部的消防署也要求说一定要调查。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就引发台湾民众他们的善意跟关怀就全部被整个社会看到了。当然我觉得这就是坏人就是要被处罚，好人就是要被表扬嘛。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在整个台湾社会，就在自由社会应该也都是这样认知的。所以我想其实在全世界啦，包括我想在台湾还有日本韩国都有发声援就是声援旺旺，包括说我们要重视生命啊，我们要重视教育啊，然后希望在中国可以完善，就是我们在讲深刻一点，从表面上是完善动物保护法，但很多网友就在讨论，就说哎呦，现在这个中国怎么因为他们没有人权啊，怎么会去设立，还有甚至有一些活摘器官的一些消息，那怎么会去设立动物保护的法案？那我觉得包括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就是世伟您怎么看呢？我觉得应该你看这是一个两岸很大的对比，或者是说北京政府跟全世界政府的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被发现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然后大家共同的发声，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查。好，然后最后呢，政府就会做回应，政府就会做制度的改革，让国家更加的完善。实际上，这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常在讲，一个社会，其他国家不会发生不人道的事情，好，虐待动物也好，各种不人道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最重要是这个社会怎么回应这样的事件，接下来政府怎么回应人们的心声。好，那正常的情况下，这都是一个我们常讲，这是一个正常自由民主国家，好，然后能够转化或稳定制度的环境。像我有时候在看，我们不只说现在，我们说古代也是一样。我记得之前大家可能常常想看那个卓玉啦，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县太爷如果判刑这个不确定，判刑这不公平，你可以看到村民都立刻反应，没有好，都县太爷判刑，人们都在这个乡民村民都在外面看，哇，叫好或不叫好，然后他会感受到人们的心声。好，所以从古代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好，只是说我们现在是进入网络时代，有媒体，然后传播更快速，然后更快能够聚集更多声音。好，可是古代，好，它也有这个方式，好，只是它比较小规模，好，它是人群聚集，好讨论，然后也发声，然后也促进政府做一些改变。好，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是不存在的，好，他不允许这样的制度存在，好，因为他认为这是威胁到他政权的统治。好，那我们有时候说，你为什么这个政权会觉得自己这么脆弱？好，但是事实上，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知道他是反人性的，人们没办法接受。好，所以他也担心随时人们起来反对他。实际上不是人们起来反对他，事实上是共产党内部自己也反对他。好，他们也不希望被这样管，他们也不希望这个政权是这样存在。可是他们也是很无奈，因为你想活下来，你想生存，你只能够听从这个共产党的意志，好来执行。可是这个意志执行是反人性的，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种斗争的哲学，好，这种不尊重生命的哲学，跟传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是，我觉得其实刚刚世维你有一句话，就是也蛮触动到我的。如果这个事件被中国人知道的话，或者是说这样的事情被中国人知道，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他们一定会站出来，会去声援，会去支持，会希望能够了解真相是什么，也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跟改革。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下一代啊，每个人都希望给下一代一个最好的教育，也希望能够，我们都说啊，我们未来你是未来的栋梁，我们的孩子们是未来的栋梁，谁也不希望说我们自己教育出的下一代会只是想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些画面，然后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教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引发，包括就是除了对于动物的关爱之外，也是教育这个部分也是被很多讨论的。所以世维，您针对这个事件，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对，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好，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善心都还在啊。好，那这个人性本善嘛，这个东西实际上还在，但是只是这善的部分一直被共产党压抑住。我们常在讲，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好的存在本来就是抑恶扬善，好，他要想办法如何让人善良，好，敬天重德，好，如何让人去，就像我们在讲说以前在破四旧之前，好，那中国传统文化是敬神的，好，他去礼佛，他去拜佛，他们都不理什么，是为了敬神，是希望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那后来破四旧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那这个庙还是在，可是去人可是求神，好，求自己的好处，求名求利，好，我去拜佛能够让我得到什么，而不是想说如果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好，所以我记得很多朋友都到中国去之后，常讲一句话说，中国庙有啊，都很多啊，他们也是敬佛啊，也是拜佛啊，可是不太一样的是，那很多告诉我说他们非常的迷信，每个都在算命，每个官员都在算命，都在担心，都在算命，所以他们都相信啊。事实上，算命不代表是敬佛，不代表敬佛。那你可以发觉一些事情，就是这个社会它被改变了，好，就说这个破四旧不是打掉迷信，破四旧结果是打掉中国人如何让自己变好人，好，如何敬神那一块。好，那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回到一个，就是共产党的他的一套文化、他的思想、他的治理方式，
这不是符合人性的。好，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戈巴契夫曾经记者问他说，为什么共产党会垮掉苏共？好，那戈巴契夫的回答是说，共产党连人做什么梦都要管。好，那简单讲说，它是一个反人性的组织，没有人喜欢它，大家都希望它消失。好，连他的总书记这个也希望它消失。那我觉得叶尔钦的回答就更有趣了。他那时候记者问他为什么共产党垮台，他就说这叫天意，时间到了他就垮了。那他们不约而同讲说，事实上只要在那个体制之下，大家都不喜欢他，大家都讨厌他，但是大家却被他控制着。好，那就看什么时候人们能够惊醒，能够站出来。好，那瞬间他说不定就结束了。是，其实刚才世伟您在讲这个事件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看旺旺的事件，其实有很多人去挖出一些消息，或者说你有在网上看到一些消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是说您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但是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破四旧的这个事件，我就不得不提到，最近有一个也是在就是媒体上大量报道的，就是中国拥有100万粉丝的一个叫灵异探险的网红，他叫江小柔，他因为车祸去世了，只有24岁。他生前呢，就是打假灵异传说，还有就是反迷信的内容，就是为了吸引关注嘛。那这些内容像是一些砸观音像啊、闯凶宅啊，然后他其实还燃香诅咒自己明天就遭遇车祸。网络上也有消息提到说，他在片中啊，就是砸破观音像的头部，然后有民众就说啊，他其实后来他是在车祸死亡里面，他头部受到严重的损伤。网友就提到，他说啊，这个是一种报应，但是家属已经说，哎，你不要传播这些不实的消息。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就是像江小柔的死亡带来很多的一些议题，它的内容也让我想到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文革啊、破四旧啊这些一些就是对中国人其实带来了很多的长期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说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社会，就是又提到了这样的事件，然后这个江小柔的事件，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把它连结在一起呢？所以像这样的思想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扭曲呢？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们在看我们刚提到破四旧，好，那上共产党有意干做这个事情，那他当时把神祖先寺庙传统都当作是封建迷信，好，可是呢他又另外做一个神格化，什么神格化？什么革命烈士党旗阶级使命牺牲，好，为党牺牲，被提升到共产党的神圣象征，好，就是他认为他打掉了一个封建迷信，他树立了一个新的神圣象征。好，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事实上中共尽管数十年来的反迷信的一个宣传，然后打掉这些东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消除人们心中的神圣感。好，简单讲就是说，他明明告诉大家这是封建迷信，可是竟然还有人把这个跟报应连接在一起，因为报应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相信善恶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这是制约着人，举三尺头上有神灵，制约着人不应该去做坏事。好，可是共产党从毛泽东讲，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就要打掉这些东西，然后树立自己一套新的神圣的标志，好让人们往这个神圣标志去努力。好，但是从江小的这个事件也蛮特别，就是你会发现说，事实上很多民间的人，很多人们还是相信善恶有报，好这个天理。好，那当然江小柔做这样的事情，他包括什么破观音啦，这个打迷信啦，砸观音像等等，好，他能跟以前破四旧不一样，以前破四旧，那他是因为反神下的一个政治目的，好，他得要政治资本，好，政治资本，好，你看那些很多人靠这个得到资本，那江小柔现在叫做我们叫做流量目的，好，流量资本，他打着反迷信，好，他打掉这些东西，他是为了赚流量，好，赚流量就是为了赚钱，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社会很多东西还是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官方也好，或者是说官方的无神论，或者是说这个民间的敬畏，好，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流量经济的存在。
是，其实您说到这里，我觉得包括流量经济存在这件事情啊，包括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在这个 TikTok 上面、抖音上面，之前 TikTok 也是被讨论很多的话题，就说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是按照这个 TikTok 上面有一些短视频，然后为了要博取流量啊，去做了一些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些事情，就是说甚至伤害自己的一些行为，有些人啊，有些小孩，有些甚至是一些年轻人因此丧生，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有机会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但是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关于报应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很多人哦，就可能会说，哎，黄医生啊，那奇怪了，为什么人要相信有报应？比如说我们要相信好人有好报啊，做坏事有报应啊，会被神明处罚。这种好像在现代科学看不到的东西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也希望现在如果您在看直播的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讨论的事件。黄医生，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跟中国人，我们不管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我们是儒道、佛家、儒家、道教的信仰，西方人相信上帝都是一样的，都相信这个神佛在看着我们。好，那我们最重要是怎么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好，所以都会相信什么事该做，什么不该做，都有一个尺在。那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常在讲说，人有神性跟魔性，会有佛性跟魔性。那政府抑恶扬善，就希望发扬人的善性、神性的一面。这是政府的责任。我们常讲教化人心，都是这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不只是现实啊。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佛化，你会知道说，这是神佛对人的期待。就是说希望人是往善的走，只有往善的走，那人才能够回到天上。这个基督教都这么说。那佛家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人要有善心，人要这个真啊善啊，真善，那才能够那这样的情况，就算你不相信神，每个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说这样的社会对他统治是有利的。只有人们越善良，这个政府的统治是越好的。自古也都是这么认为。那只有共产党把人的善的打掉，用自己一套的这个逻辑也好，一套的文化也好，想要这个东西来统治中国，所以你才会发现中国社会变得非常的混乱。非常混乱，因为他这一套价值体系，他树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是反神的，反传统的。是，其实世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件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从小啊，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都会小孩嘛，就比较调皮，然后小时候妈妈就会说啊，三尺头上有神灵，然后就说你看我们有时候打雷的时候，就说啊那个雷公在看着，如果你做什么坏事啊，你就会被雷公打到，因为雷公就来惩罚这些坏人。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呢，到现在我都还深信不疑。就说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只要做坏事，你就会被惩罚，而且就是会被就三尺头上就有神灵在看着你，就看你敢不敢做坏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您刚才提到会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定的力量，从我身上就可以有这样的体现。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们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力量的时候，有些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叛逆期啊。就是慢慢你就会觉得，没有啊，或者你听了很多事件，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个就是迷信啊，这个就是是现在这个科学社会还讲这些迷信的话，我觉得你就会被带偏。因为当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信仰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内心就产生一个相当正向的，而且相当正面的一个力量。就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个健康节目，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健康的资讯，对人有善意的，对人有好的资讯，就是会带给大家。有时候工作中很辛苦，因为我们其实像每天这样的直播，然后要跟医生讨论，医生也是就无偿的来跟我们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段路程走过来都是非常感恩。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的话，没有这样善意的力量，我觉得很多事情善的东西没有办法传递到我们每一个观众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然后同时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够想到三尺头上有神，起码你不敢做坏事。我不知道黄医生你是从小到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这样告诉自己啊，就是说如果你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你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之后你可能做了一件不大好的事情，后来跌倒了，你就会想到说，是不是
我刚做了什么亏心事，好像人都会有，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这种提醒自己，好，或者自己的感受，好，自己感受，就是说你会发觉说人的那种善跟恶之间那个尺度上一直都在，好，都在，所以我们都会这样想。好，但是共产党他就改了另外一套的想法。好，我们常在讲，我有时候常在看，共产党真的是他是盗用了宗教的词汇，然后改变它的意义。好像我记得我们常在讲牺牲奉献。好，那在宗教里面的牺牲奉献是牺牲奉献自己。好，那为真理，好，然后为了真理，好，为了生命，好的一个牺牲。好，所以常讲殉道者的精神。好，我们常常会讲到说这个不畏生死，好，这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好，就是说在传统文化当中会讲这些，好，牺牲奉献，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更多的生命。但是你就会发觉说，共产党他就盗用了这些词汇，好，盗用这些词汇，那都是牺牲别人生命，牺牲基层的生命。所以我记得当时候我当医生，我就感受最多就是我们疫情的时候，不管 SARS， 不管 COVID-19， 好，那当时候你可以发现说，只要一发生出来，中共就一开始一堆人这个入党宣誓，好，这个火线入党，然后医务人员要牺牲要奉献，好，事实上最后牺牲奉献都是最基层的。好，基层为了要成就共产党这个党的先进性，好，要牺牲奉献。那成就什么目的？好，那他不去强调说这个怎么样保护人民，不强调这些东西，都强调牺牲奉献。好，那这跟传统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其实传统的东西都是被扭曲的，在扭曲之后就会带来人的一个心态的上面的扭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其实要从教育开始，所以很多民众啊，因为这次汪汪事件也提到说这个教育很重要，因为发生事件的这个事件的主要的人物就是孩子嘛，其实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一个做法？其实很多民众都也是有一点感到很意外，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件也刚好，其实从黄医生的解说里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了解到为什么其实会有这样。当然，我们也相信，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希望能够传播这样善良的力量。我也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的善意能够被全世界看到，而是我们不是只看到说，中国人民在外面啊，好像就是不守规矩啊，然后就是就是去践踏别人的文化啦，就是去践踏别人的国家的尊严。不是只有这样，我相信很多善良的人其实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发出来，所以我就希望说，未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善良的中国人能够传递，就是中国这个5000年文化的力量能够传递出来，能够让人们看到。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就在这个事件下我非常期待的事情。那我想其实刚才也有民众Coco 就提到，他说可能是看他们的那边的教育水平，从虐待旺旺家长的发文来看，整个社会教育都是偏差很大。再来当地文化吃狗肉的城市要怎么改善？我觉得这个吃狗肉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也有啦，我想可能您也是爱动物人士哦，就是我们刚才有一段其实也没有跟黄医生讨论到，就是在这样子的文化里面，我想刚才这个观众的留言，我记得有一个消息也没有特别谈到，就是但是是有一点恐怖的，就是前一阵就是不在前一阵的，在过去里面就是讲到就是因为旺旺这件事情嘛。然后就有提到说啊，有一些比如说民众啊，可能就有怎么讲呢？这个让我有一点难过，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电影就叫中国抗日战争电影叫《犬王》，然后里面曾经有拍摄一场军犬叼着炸药牺牲的戏码。那导演呢，就是为了要追求镜头的真实感，就把退役军犬绑上真的炸药。然后这个，我不太想看这个画面。然后直接就是活活这个狗就被炸死了。但是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很多人看了就很难想象，就说啊，这个是人真的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吗？那如果说从刚才这位观众提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从教育上来看，就是黄医生，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对啊，我常在讲，就是说，事实上，
那个这个电影那时候，因为后来导演他接受访问他提到说，为了艺术为了更逼真，他怎么牺牲军权那引起了很大的反弹。那上中共一直都是这样在宣传事实上为了一个集体的更高目的要牺牲个体都不断这样讲，可是真正被牺牲都是最基层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军权被牺牲那当然不只是一个狗，而是他对生命对牺牲对奉献的看法所以我才说他把宗教很多词汇拿过来重新改变了那我们常在讲这个牺牲奉献是为了什么为了真理还是他常常是为了党的利益那接下来呢，这个牺牲谁牺牲常常都是有权的人替弱势的人决定你要被牺牲那所以我才说在 COVID-19 疫情间你看最牺牲的都是最底层的医护人员那上层可能躲在后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呢他决定让这只狗一个军权被牺牲了就一个权力的人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牺牲所以常常都打着一个更高目的，然后就要牺牲别人的生命。那这个跟宗教情怀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教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成就人、成就义、成就的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牺牲文化之下，很容易每个人都形成我想成为强者，我要牺牲弱者，我要有狼性，我要想办法牺牲别人，成就我自己。那这个不叫牺牲，这个不叫牺牲，这个不叫牺牲。但是他的统治之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样子那像我觉得应该是说，那另外刚提到我常在想说，就是传统我们中国很喜欢传统的一些东西来打我就记得是说，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发现过中国有很多人体的制品人肉胶囊在韩国在什么的那时候就有人宣传说你看中国古代也有吃纸盒车吃胎盘像中国很习惯把很多概念这样子给偷换概念偷换过来事实上当时候本草纲目也特别提到了胎盘跟胎儿本体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他说纸盒车是无害于益而且有香素但是用人的骨肉胆血入药这是圣哉不能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所以绝对不能用胎儿的组织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韩国在教他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出口很多人体胶囊到韩国，后来发现这些人体胶囊里面不只是有人的 DNA 还发现有毛发跟指甲，所以他们认为那一定是一个胎儿被整个制作成一个人体胶囊而形成，就胎儿的身体制作的那中共透过很多地方它改变很多观念让人家以为是这个样子是，我觉得刚才也有，就是从黄医师的分享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偷换概念，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从最基础的一些教育上面，很多的概念，很多的传统的思想，其实都被重新改造，甚至是扭曲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我也很希望，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在中国大地上面看到传统文化，真的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被宣扬。我觉得这个是对全世界，包括尤其在中国大陆是真的非常有利的。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就想一想，如果你知道，如果这些小朋友他知道这样的事件的话，他一定不会敢去做这些虐待或者是包括就是这虐待动物到死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我相信他们是绝对做不到的。然后另外也有观众就提到说，有意的伤害生灵跟虐待生灵都是人性恶的操控。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人性是善的，就是不要被这些外来的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思想改造，去改造了你原本的应该要有的一些正确价值，人性的应该要有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很期待未来，不管是在中国大地也好，我们今天讲到中国，就希望能够不要再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我想很多的民众应该是跟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也希望说如果您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也许不是您现在正在看直播，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一起把这样正面的价值观传播出去，然后去纠正那些不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站出来，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出来跨出那一步，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有可能被善意给
就是善良会把邪恶淘汰。我是觉得我相信这句话。好，那我想最后呢，我也是希望请世伟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其实这个事件可能跟您本身的专业是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您一直长期关怀，因为上次我们跟您做采访，我觉得您长期关怀活摘器官的这个议题。那我知道你有很多跟一些包括医务人士啊，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啊，包括跟社会人士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也希望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是呼吁一下，然后同时也是有这样的期待吧，就是说在中国也能够看到，就是把邪恶就是善良把邪恶淘汰这样的一天。好，你帮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好吗，世伟？谢谢。对，事实上我常常在看我们在讲哈，就包括说我们之前提到很多活摘器官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中国人知道这些真相，是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好，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好，起来反对，好，但是事实上中共是透过很多的谎言的宣传，然后透过很多的压制所有的声音，透过很多不被允许组织起来的方式，好，来控制整个社会，好，但是我常常在讲说，事实上我们不管从狗的这个事情，从猫狗这些事情，还有看它的治理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它对待生命的态度，好，对动物、对胎儿，甚至对器官，好，那每次的情况，好，包括你看流浪狗，对它而言是可以，这是无主之物，好，他那时候讲这是无主之物，所以无法可罚，好，他不是从生命角度来看，好，所以被虐杀拍成影集来贩售。好，那时候在讲说，保护动物协会在讲说，这样的影集既然可以不断的传播，好，那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阻碍，好，可是他去控制社会科是这么严厉，好，控制社会这么严厉，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可以神像，好，对他而言，好，它就是不是一个政治价值的东西，好，它可以砸毁，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两性化的身体，好，那两性化的器官，它都可以摘取来使用，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共产党对中国统治下最大两个，一个就是怎么杀人，怎么伤害生命；第二个呢，事实上就怎么破坏人类的道德。好，那这两个东西都是传统最重视的，好，生命跟道德。可是共产党是有意的把人的生命，把这个万物的生命进行迫害，然后呢，他有意的呢破坏人类的道德。所以我也是觉得，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会越来越觉醒，好，那有一天他的封锁一定封锁不了。是，好的，我们一起有这样的期待，也祝福。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好，我想其实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观众的回应。他说，无论是对人或对动物，都要得到善意的对待。谢谢您的分享，也希望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世维来跟我们做一些有关于今天的话题，同时也是您真诚的分享，非常感谢世维，谢谢黄医师，谢谢。我想其实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旺旺事件之所以引发这么巨大的一个声援，我想就包括我们刚才今天节目里面提到的，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保有同情心，也是有善意，愿意为一个包括无法说话的生命发声。我想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环境就是竟然可以就是能够让残忍可以被放大，让善良的呼声受到限制。所以我其实最后也是希望就是说有人相信因果报应，有人不相信，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我们今天选择怎么对待我们的生命，终究也会塑造我们自己，也会决定下一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呢，希望旺旺的悲剧不只是留下一时的愤怒，希望呢这个事件可以促成长久的反省，包括我们整个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啊，我们不要让下一个生命还要用这样痛苦的方式提醒我们什么叫做人性。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黄医师今天的真诚的分享，也谢谢所有的朋友的留言。那我想也感谢所有观众你们今天的收看。好，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